19世纪末，考古学家们在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Epidavros地区一片荒无人烟的山林中发现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古建筑群遗址。随着大量的铭文、浮雕以及各种器具的出土，这个大型遗址的身份逐渐地露出了水面。原来这是一座公元前6世纪左右的医神崇拜中心，一座经宗教崇拜和医疗康复于一体的圣所。正是从这里开始古希腊人从原始的宗教崇拜中延伸出了现代医疗科学的雏形。那么，医神是谁？人们为什么会将他的圣所建立在这样一座荒无人烟的地方？医神又是如何医治各种疾病的呢？这就要从一个有关太阳神阿波罗的神话故事说起了。话说，太阳神阿波罗与 Epidavros 的公主 Coronis 相爱。有一天，阿波罗的神鸟乌鸦却告诉阿波罗 ，Coronis 爱上了另一个男人。这一向被人神公认的最美男神，何时受过如此的屈辱啊？愤怒的他不仅将这只带来坏消息的乌鸦变成了黑色，还决定要将 Coronis 活活烧死。Coronis 在熊熊烈火中苦苦哀求阿波罗，谁知阿波罗却无动于衷。最后 ，Coronis 不得不说出自己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这时候的阿波罗只是毫无表情地隔空取出了 Coronis 的腹中胎儿，而任由这一位人间的公主在熊熊烈火中化为了灰烬。而这个胎儿就是后来的医神 Asclepios， 而这一个故事就发生在Epidavros 地区。那么 Asclepios 又是如何变成了医神呢？原来当 Asclepios 出生之后，太阳神阿波罗就将他寄养在了智慧的人马克戎那儿。在精心培训之下， Asclepios 的医术也日渐精湛，来找他看病的人呢也越来越多。有一日当 Asclepios 正在山林中休息的时候，他忽然发现有一条蛇爬到了他的身上。慌忙之中的 Asclepios 拿起随身的手杖，就将这条蛇打死。谁知过了不久， Asclepios 发现另一条蛇叼着一颗草药，就放在了这一条死蛇的口中。紧接着，这一条死蛇竟然奇迹般的复活了。从此Asclepios 便通过这2条蛇找到了能让人起死回生的灵药，而这2条蛇和 Asclepios 的手杖便成为了现代西方有关医疗单位的标志，比如药店、救护车和医院。
另一方面呢，由于阿斯克尼皮奥斯获得了能让人起死回生的能力，而将许多本来已经死去的人复活的行为，却引起了他的大爷爷冥王哈德斯的不满，并将他告到了天神宙斯那儿，说他的行为不仅让人间与地狱的阴阳失衡，僭越了只有神才可以掌管人间生死的权威。宙斯一怒之下呢，就用闪电将阿斯克尼皮奥斯打死。当阿波罗听说自己的父亲宙斯将自己的儿子打死的时候，他立刻就找到了宙斯，并要求宙斯将自己的儿子复活，并封为神。否则呢，就要杀死宙斯的其他儿子作为报复。最后阿斯克尼皮奥斯被宙斯复活，并封为医神。唯一的条件是，阿斯克尼皮奥斯只有住在地下，才可以救死扶伤。进来之后呢，左边的这一栋建筑就是遗址上的考古博物馆这里面呢就陈列着从这一个遗址上发掘出来的这些文物。进入这一个Epidaurus 的这个遗址我们首先要参观的呢就是我对面的这一座博物馆这是一座建成于1901年的遗址博物馆。那么在博物馆的正对面呢，有这么一个雕像这座雕像呢就是考古学家 Banais Cavazzias。正因为有他于1881年到1926年之间对这一个遗址系统性的发掘，才让这一个2500多年前的庞大的建筑群重见天日。看里面的，这第一个展厅里展出的是从遗址发掘出来的一些刻有铭文的大理石碑。这块上记录的呢是当时扩建阿斯克尼皮奥神庙的一些相关工程线系。这一块记录的是有关圆形建筑索诺斯的工程信息，它们都是公元前4世纪的。另一块是公元前2世纪的，上面记录的呢是一些药方和一些疾病被治愈的成功案例。比如头疼的药方呢是芹菜配生菜，蜂蜜配牛奶，小茴香配橄榄油。还记载着一个不能说话的孩子被父亲带到这里接受睡眠治疗。神庙的祭司在孩子面前问父亲能否在1年内将整废父亲。这时候从来没说过话的儿子突然开口说：“我们保证能做到。”类似这样的神奇案例呢，在所有出土碑文上记载的有70例之多。展柜里的这些是外科手术器械和药物容器，墙上的这些呢是被治愈的人体部位。第二个展厅里展出的呢，大都是遗址上发掘出来的一些罗马时期的人物雕塑。左右两边的这些小的雕塑呢，就是作为当时的一些信徒来献祭的一些祭品。这一个呢，就是医神阿斯克尼皮奥斯。这座雕塑呢是复制品，它的原作在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
第3个展厅里呢，是从阿斯克尼庇欧斯神殿和阿特米斯神殿发掘出来的一些碎片啊，包括这些多尼克式的和柯尼斯式的大理石石柱。墙上的这幅画呢，就是这座被称为阿斯克尼庇欧居所的圆形建筑的复原图。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啊，皮达夫斯城邦，并将伊神阿斯克尼庇欧斯奉为了自己城邦的守护神，并在城外8公里左右的提诺提欧山谷阿斯克尼庇欧斯的出生地建立了伊神殿，从此对伊神阿斯克尼庇欧斯的崇拜，并从这里逐渐地走向了整个古希腊世界。公元前5世纪左右，由于各城邦之间连年的征战，瘟疫横行，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捐钱捐物，以寻求医神的庇护与治疗。而这里呢，也因此聚集了巨额的财富。再加上原有的配套建筑已经远远不能满足越来越多的朝拜者以及病患的需求，在大约公元前360年左右，他们在距离原圣所大概1公里左右的三角平原地带建立了这一座巨型的宗教崇拜中心。这一项工程包含阿斯克尼庇欧斯圣殿、索罗斯圆形建筑、地下治疗室和长廊、宴会厅、体育场、大型客栈，以及著名的皮达夫罗斯古剧场。那既然古希腊人如此崇拜伊神阿斯克尼庇欧斯，那为什么会将他的圣所建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这里是阿斯克尼庇欧斯的出生地，同时呢，也是他死而复生的地方。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水源。在治疗中心的遗址中水几乎是贯穿了整个治疗流程的所见之地。在我右手边的这一个遗址呢，就是阿斯克尼庇欧斯神庙这座神庙呢，是由两侧各11颗多尼克式的大理石柱，在前后呢各6颗。那么神庙的总长度呢是25米左右。我们现在呢正站在神庙的门口，这儿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高的大理石基石，在这一座基石上呢，曾经竖立着一个青铜的阿斯克尼庇欧斯的雕像。这一座青铜雕像呢是中空的，右手展开，手上拿着一个盛水的容器。因为基石的下面有一条地下水渠，把前面山上的这个泉水通过地下水渠引到雕像这儿。这一个基座它的右脚踩的地方呢是中空的，水就从基座通过右脚进入这座雕像，再从这座雕像的右手上拿着的这一个装水的容器里面流出来。这个地方呢，这是有一个圆形的装水的池子，再从这个池子呢，慢慢的往这边看过来呢，再通过地下的另一条水渠，就进入了那边的那一个建筑遗址。那个遗址呢，就是用来沐浴的。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患者的角度来感受一下，到阿斯克尼庇欧斯圣所治疗的流程，就会发现水的重要性。其实到这里来治疗的患者
整个治疗过程呢，就像是参加了一种宗教仪式。比如说，首先呢，他们要到神殿里面去向医神祈祷。在神庙里面呢，曾经有一座黄金象牙打造的神像，一个手呢拄着他的拐杖，另一只手呢抓着他的圣乌蛇的头，在他的旁边呢还躺着一条狗。圣像的旁边呢还有一个大型的珠宝箱。一个患者到了这儿，先要进入圣殿，献上祭品，对着 Asclepius 的圣像去祈祷，说明了症状之后呢，会交出一定的诊金给这位祭司，之后患者呢就会被祭司安排着出来。旁边的圣泉去沐浴，沐浴之后呢，会安排到长廊里面去等待。这个长廊的名字呢叫阿瓦洞。阿瓦洞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是可以随便进入的这么一个地方，是非常神圣的。等待的过程中呢，他们是一边戒斋一边祷告。3天之后啊，他们才能够进入地下治疗室。通过这些台阶下去之后呢，我们就进入了地下睡眠治疗室了。Asclepius 圣所发掘出来的大理石的雕塑，那这一幅上面呢 ，Asclepius 牵着在为一个病人治病，还有这一边呢 ，Asclepius 的助手或者技师用一条蛇在为一个病人治疗他的这个肩膀。其实我们可以把这整个过程呢理解是一种这个比较原始的催眠过程啊，比如说你要天天用泉水沐浴啊，要吃一些特定的食物，要在那儿祷告啊等等。那么进入地下治疗室之后呢，其实这个患者呢基本上就是已经在一种被催眠的状态下了。考古学家们认为啊，在他们的斋饭里很有可能混入了类似鸦片的麻醉药，再加上酒精的作用呢，患者们来到阴暗的地下治疗区时呢，很容易就进入了被催眠的状态。还有一份记载的是这样的：有一位患者醒来，发现自己的疾病已经被治愈，同时呢，他还看到地板上有没有被擦干净的血迹。学者们认为啊，这很有可能是技师在患者处于催眠状态下，给他进行了外科手术。地下室之所以设在地下呢，也是跟医生 Asclepius 有很多关联的。我们先来看看这座被称为 Asclepius 居所的圆形建筑 Solos。它被认为是古希腊最优美的一座圆形建筑。它的直径大概是22米，外圈有26颗多尼克石柱，内圈呢是由14颗科林斯石柱组成。中间圆形大厅的地板啊，是由黑白相间的各种几何图案组成。Sonos 的核心区域啊，是在圆形大厅下面的地下室。结合我们前面所说的神话故事啊，宙斯说了 ，Asclepius 只有住在地下才可以治病救人。要找他治病的患者，就得自己到地下去。所以啊，地下催眠治疗室的地平线和 Solos 地下室被设在同一水平线上。患者到了这里，就相当于进入了 Asclepius 的世界。这样呢 ，Asclepius 才可以治疗他们。根据古希腊人的思想，睡眠就是一种暂时的死亡，而醒来之后就是一种复活。所以啊，病人生病了，进入这一个地下，相当于已经死去了。死去之后呢，就到了地下。到了地下之后呢，又被 Asclepius 把他给治愈。之后呢，他从这个地方被治愈之后再走出来，就相当于是重生了。所以在古希腊神话中啊，睡眠和死亡是一对兄弟。
哎呀，真的重生了，重生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人的健康分为生理与心理两个方面。那有心理或者精神疾病的患者会接受怎样的治疗呢？原来啊，神庙的祭司会根据被催眠者的不同状态，而将他们安排到另一个场所接受音乐、喜剧或者悲剧的治疗。这个场所呢，就是遗址中的另一个建筑 Epidaphros 古剧场。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这座古希腊人用来净化灵魂的 Epidaphros 古剧场。这座古剧场啊，是古希腊剧场中保存最完整、至今还在继续使用的一座圆形的露厅剧场。它优雅的造型和神奇的自然音效，让它成为整个遗址中的亮点。从1955年至今，雅典和 Epidaphros 夏季音乐节每年都会在这里如期举行。演出中啊，演员的声音可以不借助任何科技设备，被清晰地传达到离舞台60米远的最后排观众席。公元2世纪的希腊旅行家保沙尼亚在旅行记录中啊，描述 Epidaphros 古剧场和圆形 Tholos 都是阿尔戈斯的小伯尼克尼多斯的杰作。在设计过程中，他以剧场整体造型优美和谐为前提，极尽所能地利用了各种自然因素来达到这种非凡的自然音效。首先呢，剧场被选址在一个扇形山谷，它看上去就像半个喇叭。这种地形呢，能有效地起到聚声作用。其次剧场的西北朝向也正好让来自西北方的风顺着山谷的走向，将舞台上演员的声音均匀地吹向观众席位的每一个角落。再次呢，建造剧场的材料是一种质地非常坚硬的大理石，这种大理石本身就极有利于声音的传播，并且观众席上所有的大理石表面都被刻意地处理成了凹凸不平。根据研究，这样的处理不仅能让来自舞台方向60分贝以上的声音形成更好的共鸣效果，同时呢，还能吸收60分贝以下的环境噪音，从而让声音的传播达到最佳效果。最新研究指出剧场的优质自然音效可能与剧场的3个中心点也有关系。整个剧场由3部分组成：扇形的观众席、圆形乐池和长方形的舞台。圆形的乐池直径19.5米，中间有一块圆形大理石基座，55层的扇形观众席位被过道纵向的分为12个梯形区域。最前面一排的座位呢是带靠背的贵宾席位。据统计在一次现代夏季音乐节中，这里最高一次的入场观众达到了14000人。在观众席和圆形乐池之间有一条大约1.8米宽的大理石过道，过道的下面隐藏着下水道，可以迅速地将雨水排出。长方形舞台呢，这是一座2层楼的建筑，它包含后台、道具室和背景墙。楼顶平台上还有一个用来表演神从天而降的吊臂装置。
刚刚我们在遗址了解了 Asclepius 是医神的希腊神话，古希腊人就诊的全部流程和治疗心理疾病的古希腊剧场。但其实啊，在整个医疗圣地遗址中还有很多有趣的地方，比如遗址的中心是一个宴会厅。在完备的医疗体系形成之前，古希腊人会带着食物到这里献祭，与神同食来治疗病痛。据记载，古希腊人每年6月22号到7月21号之间都会在这里为 Asclepius 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正是在此期间的晚上啊，人马座呢也正好会出现在剧场中心轴指向的夜空中。而神话中医神 Asclepius 的老师正是人马克隆。